各队啊呈现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这个内容。那当然对高雄台电来讲，其实今年在小毛教练的这个带领之下，其实整体的这个气象打得相当不错，而且前排中跟几位新人的表现也蛮突出。那对整个这个新北中心而言，你可以看得出来，今年没有了贝尔之后呢，可是2位所谓泰国的这个外援，这整体的实力还是蛮平均的往上走，而且一起的发球也是蛮有威力的。对，没错。其实我觉得台电他现在是在我们在说的，就是用很年轻，都是用年轻的选手在跟他打。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其实他们本来能够进到台电里面去的选手都是佼佼者。那有机会让他们早点进去磨练，然后在改天的时候，有些我们的一些叫做比较我们的老将好，然后再进来，再带着他们，整个落差才不会很大。要不然等这些老的一批，就是说我们这些常打的，他退了之后再补下去，完全就接不上了。对。好，在整个下半季2队的阵容上稍有调整，在高雄台电的部分，哇，好久没看到新宇啊！虽然说其实他在上半季都有随队，可是呢没有登录在名单当中。在的下半季他又回到了阵容当中啊，背号7号的黄新宇。那在新北中线的部分呢，是背号9号的陈乔恩，也在下半季啊进入到了名单当中。那变为替补的在高雄台电是洪世涵，在新北中线呢是张小玉。对。好，陆俊豪跟吕元海先生2位是今天的1、2才。那前面2次的整个交手啊，其实对新北中心而言，在今年的整个战绩上来讲，那当然对台电的这2次的交手，分别是在11月23跟24啊。那当然这2场球都是让台电是直落3，不过其实在这6局当中有3局打到可以说是这个延长的情况，可是就让新北中心欠缺这么临门一脚啊，看看今天能不能有更好的表现。是。好，我们的裁判委跟控委啊都在现场。那现场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刚才也聊到，因为北部的天候比较冷了啊，真的比较冷。那再怎么讲，新北中心虽然说是北部的球队，可是2位外援是泰国。泰国比高雄还要难哦。对，他们会不会觉得很辽微？哇，这泰国一辈子遇不到的温度的天气。对，但是我相信应该最近慢慢来，他们整个上去之后，慢慢的他也对这个天气一定可以慢慢去适应。是。只是我们的高雄台电这个天气对我们来讲就真的很煎熬。连那个我刚才有问到王前斌教练，他也是跟我讲说，我有点受不了，因为他还是北部人哦，他来说还是受不了。对，所以说其实热身就很重要。对于我们南部的球队来说，主体在南部的球队来说，其实今天真的就很辛苦。小马教练遇到我也是一副这样皮皮穿那种很冷的感觉了啊。不过这个球员刚刚的这个赛前的热身还蛮充分的，也当然希望第一个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那当然避免受伤。那这场比赛来看看，下半季啊，其实才刚刚开始啊。那对女生一样啊，换了这个米卡萨的球，那有一些人员上的一些增补。而且女生也是一样，大部分的球员啊，大专的球员都刚打完了女生的这个第1阶段的预赛啊。对。但其实他们比男生还更早打。对，早一点。好，刚刚我们也看到阿宝的爸爸妈妈啊，还是有带着他们自己的一个海报来到现场啊。阿宝的爸爸妈妈其实真的很支持他，对，超支持的。我每一次有时候从荧幕上面看，他都到，真的都到，真的是非常棒，然后真的是对他们的支持。我们来看今天的先发名单，在新北中间的部分呢，叶玉文先来，对不起，陈婷茹举球19号，那举队是张丽文，那2位的主攻手发 Darin 加上20号张轩。那中间的快攻包含了 Josh Bone， 还有21号的叶瑜文。那2位自由是林奇荣跟陈彦真。再来看看高雄台电的部分，洪佳瑶是先发的举球，那举队是黄敬轩。那在中间是胡小佩，再加上13号的方安琪。那2位主攻手是徐婉云，还有12号的彭雨柔、胡明玉跟钟宏勋2位自由。这告人就看了，这北部人
就穿着，哎，他是不是有点最近身体不是很舒服，有点感冒了？你说张张老师吗？对，张老师有点感冒。其实因为在北部上面难免嘛，因为在有时候也是气管上面的问题。好，来看这第1分。黄建轩吊短有防备。这一球张立文2号位。不客气，直线就下去。因为拦网的是婉云，他的高度跟他讲，其实还是有段落差了。这球只能够修正哦。再来，这球没有，还有。中间的快攻阿宝也没有打死，再来修正4号位黄敬轩，小心脚，哇，小心，对，轻轻的小吊球，球迷讲，最后一场可以尽情加本，喂，假如我们。他们的双方的选手使出浑身解数，对，几局我们都不重点不在我们加不加班，在球员他们真的是要打到这种天文地暗，我们都奉陪，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内容，3比0内容很好，也是很好看。是打5局内容不好，其实也不一定是好事。对。拉出来，平拉开，这球直线守住，还有，好看台电这一波的进攻。中间跑动给胡小佩，这球没有太大的威力。张黎文想要打一个 touch out， 还是被救起来。越中线吗？越中线。哇，今天可见这一场应该是体能也有点盯得住，因为两边的来回，刚刚光是这来回就3次来回。有，给他的球让他有这种前冲的力量，再加上他的高度跟弹跳这个球的速度就出了。黄敬轩，对，其实敬轩一直他弹跳高度很好，但其实我觉得他假如能够在他的爆发力能够在更能把他引诱出来是更棒。对。再来，贝贝跑一个阿宝，这球吞下去，你跟到位，这是个。阿宝其实他打的最好就是 P 跟单脚 C， 其实他这个2个其实对他来讲都打得非常好。25号下10号张一起上。好，现在把17给换上来。哇，现在真的战术上来讲，不让17先发，是后排先接球的部分能够先够掉了啊。对，没错。一个球队里面很多能够换人，战术。其实就非常丰富。4比3。哇，好球！雨柔，对，黄雨柔在这个球拉出去之后，打一个大斜线哦。4比4。黄雨柔直线守住，再来后排，徐婉云这个球磅数有哦，小钢炮。就是婉云真的这是一个，就是个子小，但是他的打的角度跟时间，他从以前在高中的中商工商的时候，就是我个人觉得我是很欣赏的他的一个手法的运用。对，而防守跟接发球也都非常的优秀。17的出手也是打了一个塔基奥。5比5。贝菲跑一个走长线，哇！真的包恩琪今年补上来，也让整个高雄台电的整个中路上真的有一个很好的斩获哦。对，
而且我觉得他很好的一点，他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其实他都笑嘻嘻，都笑笑的。对，而且很积极，非常积极，他也不会，你看他脸上永远都是笑嘻嘻，很积极，对。哇，这个没接好，机会是在高中台电这边，贝菲再跑一个拉出来。再看这波也是走往后，哎，这球慢了，速度不 OK 啊，那个 timing 没跟上。小心。短球，这球救得漂亮，还有可以打。哎呀，这是什么？这大家都在，其实有的时候我都不太习惯，台湾选手都好客气哦。不是这个球一定是后排的人要去，为什么？因为你是正面。对。你想说让那个谁，那个嘉瑶来举，他是往后再往前，他怎么看得到对面的人在干嘛？真的。对，而且这个球其实够高，那个谁，我觉得雨柔应该是跳起来攻击才对。对。哇，这整个那种不应该有的这个状况一发生，其实那个气会被对方给带走哦。啊，这个想要放短，陈念如的发球可惜了，想发一个小球。黄安琪的发球，8比7。17。好，再看第二波，换边，黎文长线，后排。啊，这个点打得准，好球！黄映柔这个瞄得很准啊。对，你打的时候甚至有点侧翻，要不然你这个球对祁隆来说应该是10拿9稳。你看这个球他完全判断没有。就是判断错边，表示这个球他瞬间出手，其实是打得非常好。有他的隐蔽性哦。对对对。哦，也是一个长线啊，17。首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说17这个表情比较酷一点啊，他就是这样的表。可是你如果私下跟他聊天啊什么，他其实还蛮冷血笑匠的，冷面笑匠的。对，冷面笑匠。其实他也蛮能聊，蛮能聊的。对，实在球场上就是个杀手。对，现在跟他比较熟了，所以就比较知道怎么跟他互动啊。好，这球落地哦。哎，要来挑战什么？挑战的是触网。新北中先提出挑战项目为触网犯规。阿宝的爸妈。真的是啊，我一直都觉得说能够这个充分的支持啊，对小朋友而言真的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对，非常重要。其实有时候在场边其实很多，尤其是那种学生选手爸妈的一个到场的支持。其实因为每次到了大学的时候，假如没有到职业，就是你的排球生命是减法。因为你在越高，你毕业之后，你有没有继续在那个？可能这种竞技的来说，你就是结束了。所以可能我就对于他们来说，一场一场都要到场的意思，其实也是这样子。对。被挡回去再来，还有哇，救得漂亮！再被挡回来，再来修正后排。哎呀，这个没打，也应该这个企图心不太够，对不对？这个应该要敢去尝试，因为你也不是在就是第5局的后面是前面的，你就要敢去打。还有，这个修正没有到位了啊！哇，这球Darwin的高度没有，还是被拦下来。对，哇，这个3颗来回，这个应该是今天这一场里面可能来回会是最多的。哇，这个球那个金轩移位移得非常的快。北中先
好，新北中间喊暂停，现在是8比11，3分差。张总老师其实在跟李文讲，这个球起来你应该怎么样去打那个位置，所以看他一直跟他讲手腕的动作这个东西。我记得2位应该都是那个什么，那都是风暴女啦啦队的、啊。对，今天应该是对纯粹来看球。11比8。还是给黎文，黎文这球有没有可能？小心，小心，小心！顶是顶起来了，可是这个角度没有往回走。对，没错。9比11。哇，这都给得太高了。啊，这样的高度，这也是对中线来讲，面到前面2次遇到台电。之所以比较难去拿下的原因，也在于说那个拦网被对方抓得蛮死的，对，抓得蛮死的，因为毕竟高度也比他们高啊。对。再来换边啊！这球打一个手腕。打进这个球，其实看到明显球程，这手放下来就是要往直线，而且做切球的动作，这其实蛮明显。刚好看到中间有一个洞，去做这样的处理。新北中先请求替补，2号下10号陈云珍上，19号下9号陈乔恩上。提个高过来拦网呀，陈云珍跟陈乔恩这时候给换了上来。中间的快攻，哦，小佩的出手相当的快哦。对。而且这个球有磅数哦。对。往前这个位置有点尴尬啊。对，有可能会过去，有点不太会过去。14比10。哇，小佩这个发球是很有速度。长线这球顶起来，好球！哇，有个过头，哇，真的是过头。比赛相当精彩，请主审台后方的观众关闭您的闪光灯，谢谢。11比14。贝菲跑一个好球。那个，我觉得关于那个球起来，看他球起来，他的手打到这个球其实很准。不会有说这种，因为我们单脚背飞身体还在位移的时候，打一个 C 的时候，有时候球可能你跳起来的球还在移动，不一定能够打那么扎实。看看这个球，他打得很扎实。15比11。这个球有啊，有 touch， 有 touch， 是打开 touch。
宝。哇，这个拦网真的是抓不到的话，你看啊，彭宇柔尤其掉开了，他的角度越打越刁钻，而且他的球其实是重的哦。对，你看那个球的角度打得很斜线。嗯。加油，你那边注意啊，拦网。好球。其实乔恩是有磅数。我们记错，乔恩应该是我们的北港高中。而且其实他看起来这个球也蛮能跳的哦，而且整个切那个角度切得蛮刁钻的。对对对，而且其实在空气上，它的弹性很好。对。而且你可以感觉他那个跳起来是有力量的。对对，是有力量。但他打下去拿到球，棒棒。当中其实听声音就知道，你会发觉那个我们敬轩的拿到他的球的，你会这样，啪，为什么？因为敬轩的球是高打点的，嗯，但是看乔恩看那个点，看那个球打下去，嘣一声的，那个力道真的是很大，哎，就像这样子，这个才会有力量。呀，对，啊，这个也是，好，对，哈哈哈 ，Josh Bond 的整个高度，这球完全扣死啊！因为他这个球其实也太近了，嗯，那其实羽柔这个球，你假如说再轻轻的往左边再切一下，这个就过了，呀，切一下，对对，哇，这连续3场球，张一起的得分都是20分以上，哇，小贝这球没打死，补一个吗？长线也没有打死一样，然后直接压，还有触网是高雄台电。这是触网没错。嗯，哦，瞬间比数又拉近了，只差2分了，15比17。拿个小球，小佩，小球，大叫，哎，这球直接判定是拦到没有过网啊，直接出界啊，拦网触球。好，来挑战的是拦网触球。对。有啊，有。这种球碰到的几率还是高啊。对，但是因为这个位置。像我们主审这个位置，其实他是看不到的。嗯，对，所以他只能看到一个当下，而且速度只要又有点快速的话，对他其实这个球他是就是比较难去判断。好，所以这边是高雄台电呢，18比15。长线这球守住，再来，还是给的太靠网了哈，而且我觉得太低了一点，太低了一点。因为看这个球，就当然他根本没有办法完全的跳起来，然后去做处理，对，可以再高一点。新北中先喊暂停，15比19。其实还是要看我们的一个中心能不能做有效的攻击。对，刚刚这几波其实打过来好像都没有办法直接得分。呀，当然也受限了。我觉得当然是台电的一个的高度了。那搭配上面，好球。对，哦，这个斜线的一个空档。对，婉云。对，婉云掌握到了，而且出手很快啊。对，没再跟你客气的。那整个延伸，你看在空中整个打下去的时候，那个柔软性跟那个完整性真的很好。所以他的球是有力量的。对。
好，现在再把张立文跟陈天如给换上来，20-15。哇，这个又没接好。这个球接的吧，又送了1分给高雄台电啊。所以看得出来，中文还是自己的失误多了一点。好球切进来，张立文。对，因为这个球是巧打。16-21。后面的 C， 这个球有点出意料啊！哇，真的是小佩切进来的速度很快，出手的速度也很快啊！对，而且这个球其实就是往右边轻打。其实快攻真的能够突破狼王手的话，搭配又好的话，其实说真的，能够成功率一定是70-80以上。小毛在这个督军的时候，那个表情通常来讲都杀哦，超杀的，真的是杀气腾腾。真的在套装穿出来，对，我很想跟他讲说，他之前在当选手的时候，好像笑容还多了一点，因为那个时候还有我觉得就是梦话嘛，是，然后还有千梦话这种的，他们同一批的这种，对，打起来可能也是比较惬意一点，真的。对，所以那个时候看他球场上，都是笑嘻嘻的。但是现在在当教练，哇，那个真的是气势，有一股杀气，真的有。有时候我连在荧幕上看转播的时候，都会有。不过当然，当教练本来就是啊，那个真的在场上有的时候会面临不管是压力还是整个状况啊，所以确实是那个专注的神情就跟私底下就完全是不一样。对，没错。好球啊！这球太靠近网了啊！放短，这球救得漂亮！哇，小鸡还有时间整理头发，你看动作哇劲！再来！哇，我以为佳瑶要跪着脱球啊！这球还好，没失误，再来！没事，脚没过去都没关系。哇塞，真的是祁隆实在是无所不在的林祁隆，再来！这是个神鬼传奇啊！后排也放短，对，1-7啊！祁隆整个人过来扑不着地，还是没办法救起来啊！是，铜墙铁壁啊！因为真的有高度，然后能够，你可以其他单看篮网看那个他，你看那个我们的那个他跳起来，竞选他跳球，他是等你要打了他才跳上去，他没有让你机会说跳起来让你看手，没有，还看那个球的投已经那么慢了，他打的时候啪我再上去，那我没有办法看你的手，就没有办法去做应对啊。哇，这个球没拦死。对，这球佳瑶这个球应该是往下蹲下来，这个球就没有问题，因为他站高起来了。对，这个球假如说过去的时候他是蹲着的，这个球他顺脚就会出去。19-24。最近3场球平均的得分也到15分以上啊。大斜线，今天彭宇柔在这个点上的进攻得分率相当的高。第一局结束25-19，高雄台电拿下了第一局。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 Floor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一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一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莹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会想要去一间比较好一点的美式餐厅那边吃饭。我还没尝试过在跨年的时候去露营。希望今年可以不要有比赛，然后让我们大家开开心心的去跨年看烟火，可以跟自己很好的朋友过就可以了。我没有什么跨年，因为我好讨厌那种人很多，然后我也看不到烟火，就可能跟家里聚一聚。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就简单的生活。我收过一个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抽到一个 UA 的包包，蛮实用的。然后最坏的礼物大概就是一包卫生纸吧。收到一个非常80年代的一个女歌手的唱片，因为那个是要用那种很老式的唱片机放啊，家里也没有，所以后来就摆在家里，然后就摆很久。让我最难忘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对我觉得蛮实用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学的时候交换到一瓶很独特的百威啤酒。那时候我们学校玩交换礼物，然后他就抽到老师的 Uniqlo 2000块随便选。高中要搞怪，所以我收过最奇怪的礼物是那种焊接的那个面罩，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用。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一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一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莹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在家吃泡面，裹棉被，跟队友一起度过，不然就是跟家人。我想在家睡觉，跟老婆跟小孩一起度过，就可能去大世界或者是剑湖山去看看烟火。可能跟球队一起吃完饭、练完球之后回去，就是跟家人。想要去101的现场看一下烟火吧，跟家人在一起吃好吃的东西。好的，我们来看到这场12月21号的高雄台电跟新北中间的比赛，第一局的攻击火力上啊，高雄台电拿了15分，只丢了3分在攻击上。那新北中间拿了12分，可是丢了6分啊。整体的攻击成功率啊，还是高雄台电更有效率一些，拦网也比对手好一点啊。那双方各有4次的失误啊。
平手了6次，交换了3次的领先的这个幅度。那彭宇柔在第1局拿了5分，胡小佩跟徐婉云各有3分，那张丽文拿5分啊，张一起跟叶玉文3分跟2分。我刚刚有在问说，像比如说，人员上的一些调整呢，就黄信瑜再回来，不过当然他也大半年没打球了，没有真正这样的高强度，今天还没有上，看看待会会不会上场。对。而且讲真，这2个学妹都打得蛮顺、蛮好的哦。对，这样顺了就让他继续顺下去。对啊，哇，这一球真的就很重的，直接啊，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攻角度啊。对。往右撇的动作，这角度就更大了。接偏了，触网了，这也太近网。再救一个吗？啊，这是扑到了，不过球没有顶起来。对，这个球是不是矮一点点？我就觉得一起在打这颗球的时候，你会发觉都没办法退到点，他就马上又要再进来。进来的时候都没办法好好的去做这个动作，都有点赶。对，都有点赶。对，可能要不然就是回去的时候，这个反复的一个前进后退的攻击，可以再多练习一点，让他更熟练一点。哇，一起的这个接球，第一时间球又是黄敬轩啊，居高临下。对，这个点真的打高。短球再扑一个，哎呀！所以李文现在打一下掉，一下打一下掉。这个球动作其实隐秘性很高。贝飞跑放软，放得偏掉。也想掉一颗，但是掉了。哟，包英奇有点改变发型，他这底下没有再直接把它剃光，哎。真的，对他之前底下这边马尾后面这边半边全部都剃掉，是现在开始慢慢留头发。对，哇，这球没有往下降，对，想要强发了呀。哇，接球啊！这个是紫烟的，真的是紫烟的球，对不对？其实我们快攻当然我们大家会觉得说叫这种球，而且不要去接球，但是角球真的在你旁边，你像大炮从那么远地方跑过来再接球，他也没办法刹车，是，所以球也很容易这个球就接过网。球吉永无所不在。硬往旁边压，好球，聪明。哇，彭宇柔今天在打法上来讲，就是快跟慢啊，跟角度的运用都可以说是打得相当的这个顺手哦。好，现在新北中心喊暂停，目前3-6。而且我发觉中间好像比较少后排中间的攻击，对，他跟别的两队比起来，其实都是还是在两侧。其实我们女生的一个，以我们现在国内女生的一个打法来说，好像只有毅力，反而在中间后排打的最多。对，但是所以看到为什么他们能够那么两侧，他之后你看都是两侧的大炮手的得分球最多。
因为你中间有一些破坏的时候，两侧要移动过去就很难去移动。是。因为像我们毅力那小朋友，他只要到国外去，一直打两侧，没有用，是打不过去的，没有用，绝对因为不去。对，因为每个都比他高那么多，他就在那边等你。所以如果你没有中间的这个前后排的交互的运用，你冷边金下去，3个球下去，你第4个球你就不知道要打哪里了，真的完全没有看不到对方手以外的东西。对，所以才说，其实我们的女排真的很需要在战术面上面。其实有时候，但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很适合去打中间后排啊。对，也是要有一点条件啊。但是假如说我们现在以我们现在的企业联赛等级的，我相信每一个人打中间后排都没有问题。对。好，还是张黎文这个球在整个2号位的攻击拿下啊。哦，转直线，这球有 touch 有，没有，一裁改判哦，没有，这球没有，要挑战吗？等一下，这球裁判判定是没有 touch。可能毛毛教练犹豫了一下，对，用一个非常无害的表情看着裁判说我要挑战。17。来看一下这球，没有，对。毛毛也笑了一下。5-7。哇，大斜线，这球还是在界内啊！黄宇柔今天的这攻击角度确实是抓得很准哦。对，确实也有那个能力。其实他的整个的一个打球的那个手腕，其实真的就是大炮手，也是真的是大炮手样子。因为要打够长，所以大炮手一定是有办法打够长。你看像这样中间后排就很好。对啊，这球救回来吗？对，没办法。你看这种中间后排就很好，没有人拦网。你要去两侧，你只要两侧可以打平，中间有一个后排的话，哇，看两边的点，中间全部是空隙，拦网全部是空隙，所以你怎么样去用这个战术？其实举球员就是要有点，就是你要去规划、去研究一下。长线还是在界内。对，界内。还有，哇，这球又给的不是很理想哦。对，因为这个角度，其实说真的，这个角度快攻是没有办法做的。大斜，这个球17稍微偏了一点点。出界哈，对，出界。0-3。好，张家人这边也要来挑战拦网出球。新北中线提出挑战项目为拦网触球。落点是还蛮清楚的，不过到底在网上面有没有触到啊？有没有碰到？没有啊，没有，确实是没有。
10-6。短球有空间了，17。一起吊球之后，还自己笑了一下。看这个球隐秘性很高，对，这大家都掉下来的时候，你掉这个球。不要！哦，小心！你看，不管是包英奇啊，还是小佩的整个攻击啊，出手快，那打这种长线，其实效果都很好啊。对，没错。你看这个球，因为你快攻，你打前面都是人，因为我们之前在防守的时候，因为你都往下打。但你看你打两边长线的时候，你要想你要把球打长线，第一个你的球点是高的，他是要帮我把球拉长。所以你点是高的，然后又打长线，第一个会突破狼王者的机会就高，再来是突破防守者的机会也高。为什么？因为你球是他的肩膀这边穿越的呀，对，那就不一样。刚刚这一球对17而言，两个斜线打不死，后来转直线还是自己给转出的界哦。不管是自己失误了哈，都没有办法打得很顺。12-7。哇，小佩突然间又加快节奏，突然加快了。短球没打死，哇！哦，这个球黄明轩又是居高临下打这个直线的长线，有点讨厌，高点从你的手上面这样抹下去，对，会让狼王者跟防守者觉得好讨厌。啊，这个触网触的有点明显啊，对，有点大了。整个扯到了啊，8-14。哇，这球直接发带飘至杆上。好，现在把杨梦轩给换上来，把达瑞给换下去哦。还有，出界，爸爸没吃到。对，这有点可惜。进了，还有，哇，这又是一个长线哦。你看了，像阿敏这样球的落点打得这么宽啊，把这个整个球场充分的利用，对方在防守上真的就有点麻烦哦，很麻烦。麦迪啊，要做什么？其实现在你把就发球发给他，发球一直在对他，让他造成困扰。或者打个举球员，让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把球举给他。你看这个球，有张立文，
又是一个直线，又是一个高打点的一个直线。我觉得防守的拼劲，对啊，你记得防守不然长那么大，你一定要下，你要下去，因为你脚每次都这样停住，你永远都出不去呀，对，永远都救不到了。对。但因为那颗球一起，其实的重心已经跟原本球的位置不太一样，球打左边，它重心是往右边，所以它也拉不回来。郑云珍跟陈乔恩上来，跟刚刚的一样哈。打球哦，还是今天的状况很好，弹速也够快，这个球还是有办法处理的，够细腻哦。对，那这个球侧，整个手是往右边侧。陈思玉。好，现在把陈思玉换上来，让徐婉莹退场。对，18比11。那个球的那个位阶性真的蛮大的。呀。夏田一直在出任务，夏田，哦，夏田专心看球就好，好不好？哦，大斜线。19比12。这队发给一起呀，一起，因为这2周一期的接球一直都很陡啊，所以他发球都发给他。对。13比19。好，再来秀到，哇，小鸡很快啊！啊，这球压线，好球！直线，刚好在界内啊。李子妍的发球，14比19。他的棒数也是很重哦。对，是棒数真的。呀，这个打长出去，打在身体上。他那个打球那个秋水就很特别了，你就觉得他那个手啊就这样。对，有点最后翻进来这样。对。手掌上掀，然后硬往下扣这样。对。被点回来。哇，再一个！还有，再来！哇，打这个长线很准啊！对，真的很准。但只是感觉到好像思雨这几颗球都没有跳起来。对，好像他的打法好像不知道我的错觉吗？不太需要跳。对，就感觉到好像没怎么跳起来。对，还没有热身还是怎样？对，感觉到好像他还是不是让我们感觉到是跳起来的。对。再来！有啊，陈乔恩的真的，我觉得他的应该能力不错。
个球的高度。好，再准备要换人，要再把张丽文跟陈庭如给换回来。9号下19号陈庭如上场。继续由新北中先发球。太靠近网了，还有救到哦。李文，打的点好，瞬加速，手往外撇。16比21，救到可以打。哇，这个球重力加速上来，陈庭如的整个举球，这球出锤了。其实有点犹豫了，我觉得他可能想要这个球会碰到上面，然后等突然没有的时候，他身体要在准备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你看他一开始站的位置就没有站好。22比16。啊，没有带过去。好，现在高雄台电要把许慧莹给换上来。1号下14号许慧莹上。有。这也是没落地，没落地。没有啊，再补一枪。再补一枪。这个应该是球落地了。对，但是太快了，连续性太快。对，好像也有一点碰到。18比23。再来，对，要打。还有，还有，哦，守得漂亮，来撇，好球。啊，想要戳这个直线没有放过去，现在新北中间再拿1分。对，其实这种球，当大家很多来回的时候，你要去戳这颗球，其实也不太，就大家都已经连续2、3波了，其实大家有时候对，反正你掉那个小球，不一定会能够得分的。好，现在高雄台电喊暂停，23比19。高雄要先接，主动一点，现在我们有点被动。还要局末点哦。呀，24、19。小球，哎呦，小心！哇，绊到！好球，脚小心不要扭伤哦。好
球啊，奇隆啊，阿龙啊，林阿龙底贴啊，无所不在的林球，哎呀，差一点，这个球后背丢啊！第2局结束啊，高雄台电25-19，再下一城，局数2-0。我会想要去一间比较好一点的美式餐厅那边吃饭。我还没尝试过在跨年的时候去露营。希望今年可以不要有比赛，然后让我们大家开开心心的去跨年看烟火，可以跟自己很好的朋友过就可以了。我没有什么跨年，因为我好讨厌那种人很多，然后我也看不到烟火，就可能跟家里聚一聚。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就简单的生活。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一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一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颖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收过一个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抽到一个 UA 的包包，蛮实用的。然后最坏的礼物大概就是一包卫生纸吧。收到一个非常80年代的一个女歌手的唱片，因为那个是要用那种很老式的唱片机放啊，家里也没有，所以后来就摆在家里，然后就摆很久。让我最难忘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对我觉得蛮实用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学的时候交换到一瓶很独特的百威啤酒。那时候我们学校玩交换礼物，然后他就抽到老师的 Uniqlo 2000块随便选。高中要搞怪，所以我收过最奇怪的礼物是那种焊接的那个面罩，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用。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在家吃泡面，裹棉被，跟队友一起度过，不然就是跟家人嘛。我想在家睡觉，跟老婆跟小孩一起度过，就可能去大世界或者是剑湖山去看看烟火。可能跟球队一起吃完饭、练完球之后回去，就是跟家人。想要去101的现场看一下烟火吧，跟家人在一起吃好吃的东西。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
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这看球迷的这个刘勇才啊，对，好，今天是冬至哦，真的是对，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吃汤圆啊？那当然这几天除了这个今天冬至之外，接下来马上就是圣诞节，那我们也在气牌这边也做了一些这个圣诞的相关的影片啊，那也预祝大家圣诞佳节快乐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第2局的情况。12月21号，高雄台电的攻击还是要比对手来的更稳定一些啊，15分。另外两边各出现了有8次的失误。那发球的部分呢，高雄台电有2分的进账。那在个人的得分上，我们来看一下啊，新北中线到目前得分最高张立文11分，然后176分，再来陈乔恩4分。那在高雄台电的个人得分部分呢，最高的是黄敬轩的12分。那彭宇柔今天的表现拿了10分，另外是小佩拿了有6分，再来是小钢炮徐婉云拿了有5分。第3局。切进来，这球被守住。哦，徐婉云这是另外一个自由。对，他们是打双自由。双自由。那应该是3自由。哦，再来，还有。还有。还有，哇，这个球没有包到。对，这球出界，出界。挑战了没有 touch？ 要来挑战的是拦网触球。挑战项目为拦网触球。没有，有点段差距。然后这球是挑战失败。哇，这个球打了，虽然说没有什么力量，可是啊，打的落点不错，打的巧就好。还有。你可以看到黎文在整个出手，他对这个对方的一个不管是拦网跟整个站位的解读力，其实是很强的哦。对，他知道他这球站在哪个地方。对，其实也有到旅外去过回来的，所以针对于外国很多的一个比较多变化的一个防守阵型跟一个防守能力，他一定也要去做一些不一样的打法，才有办法破解。呀。还有救到，这球真的是跑得很快。哇，撇掉啊！这个你就看到徐婉莹这个球往直线撇。就是婉莹这个球真的是打中洞的，是守中间哦。2-2。
哇，爆！对，就是发给一起就对了。对，一期因为一期真的接球上来讲，其实没有那么扎实了啊，所以你看到这几周，大家锁定发球几乎都给他。对，而且其实婉云的发球真的质量也很好，不好接，你看那个球击往下掉的很快啊，对，很扎实。再来，直线有防备。哇，这个喷得够远。3比3。哇，这个发球真的落差蛮大的。对，想发一个小球，但是却没有办法把它打好、发好。阿宝这球守住哦，还有，修正的真好，管球再来救到，斜线，哇，这个打法真落点真的很灵活啊，张一文。对。而且其实连续2颗羽柔的一个处理球就不太对，因为第一颗球你一样处理同样的位置，2颗都处理同样的位置，那这个球就是等着被打而已。对，你应该处理不一样的位置。这个发球也没能够掌握住哦。转直线好球，瞬间的变化。直线也是还原颜色，黄玉柔。守住，再来。还有，哇，方英奇相当的聪明啊。对，而且我会发觉英奇他发觉他不急不徐，对，他也不会急，他就站好好的去做好这件事。像有的连续来回，就他的重心，然后我的重心就会偏掉，就会急躁，他不会，他就是站好起来做这个动作。他就真的很适合打排球做篮中，因为他的空间感很好，所以他基本上很多动作他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他不会急。对。小猫偶尔还是会讲几句话的。对，永远也不能永远都这么酷嘛。真的，哦，酷到已经有点，今天已经够冷，不能再酷了。对，就，哇，这球好球！哎，这球是出界，没错，没错。你看有一个后排的老三呢，你看林文这样在运用来讲，就真的打得更宽了。像你看这个球下的。一起在中间，所以你球一起来，一个 P10，一个长球，一个中间后排，一个老三，其实这整个点就开掉，对，而且一起在中，像现在是那个李文是守中间哦，好球，哇，这个小心，不要小心，对。哇，这个开局打得有点久哦，对，你1分，我1分。你1分，我1分啊！
哎呦，一起的接球，哇，真的接球真的是，这个会让人看的是胆战又心惊啊。对啊，等回去还要再练习，因为他以前我记得是打副位。对，所以现在你要他从以前到现在讲都是打这个位置，突然要会接球，也真的就是需要一些时间。就是要练啊，这种东西其实练得出来的啦。对，没错。今天到了这个节骨眼，一堆球迷在聊汤圆呢，各种口味怎么煮啦，什么馅儿啦，其实真的是对我们这是个煎熬，因为我们也好想吃真的。对，好球，孟娟击这个球，哎呦，这个球我看了都痛，真的。啊，这就被拦下来，哇，没办法。是定点，其实婉瑜定点也定得很好。但这个球，我让你打直线，但是我不要让你打斜线。其实我们都从比赛的过程就看到每个人的优缺点，那当然就有这种进步的空间，都在于说怎么样去把你那个哇，又被小佩前排中俩西戏而且举2个同样的一个位置对。哇，同样的位置都被胡小佩给抓到啊！现在8比11新北中间喊暂停。小佩干嘛？打完平手，然后进去而已，他就回家。那他就还一开就出去了，为什么还要往这跑？他点最矮的在哪里？是啊，他为什么不找最矮的，反而去找最高的？张总老师就是说，这个球你应该要打直线把它打出去，怎么又把它反打回去，让别人来拦到你，这样子意思对。好，现在双方3分差，要由高雄台电继续来发，11比8。真的就每次都发一起，都只能打长球。只能打长球的时候，你遇到了高雄台电高大的拦网的时候，你就会很吃力。对。真的。对，这有的时候真的是信心度的问题了对。但是你就是还是要让他去练习，因为就是你既然要磨一个选手，你就不要害怕他失败，你就是要让他有慢慢那个失败的一个程度慢慢减低，然后最后有一点慢慢成长，这需要时间。哇，这个又是压线啊！好，现在新北中间要做一个人员的调整，要把张轩给换上来。11号下，25号张轩上场。我们的毛教练开始有笑容。哇，你看，哇，这个球还是不好接完整破坏。哇，真的是做了一个交叉的一个切入啊！对，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台湾的一个女子排球，其实应该多做一些像这样子一些移动交叉，或是两边的球路可以再把它打更快速一点。因为其实现在亚洲的很多的，其实跟我们最像的就是泰国队，泰国队两侧的一个速度已经打得很快了，对，而且现在因为我最近刚好在播那世界俱乐部锦标赛男生女生，我最近刚播完女生，像越南的球队现在也几乎已经跟泰国差不多了，对，因为其实他们有高大，对，但其实我们也不矮，但只是我们的一直在打球的一个心态，我们一直都还是在以前那一种，就是我们就顺的打，反正赢球就可以了。但是你想想说，我们这些选手们以后只要真的要到国家队去的时候，能够跟别的国家抗衡的时候，你只要平常在比赛中，你就没有习惯这种快速的拦网跟防守，就是对方的球是快速的，你一定跟不上，你就跟不你就算怎么练，你注意练你都来不及。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在实战，
不是说我今天练习可以1、2、3慢，但是比赛的时候实战一起来，你手起来的一样是比我们平常这种高度更快速的时候，我们怎么赢球？对，其实这个都是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们也要去各个教练来思考的。当然不是每个都有这个机会可以打这样的球。对，而且你现在看呢，像我最近在看，不管是不要讲这个日本、中国啦，还是最近没有那么好的韩国，对，你光是看泰国跟越南，他们的身材条件其实讲都比我们好，而且他们有很多那种我看的都是那种。就是怎么讲，就比较中性化的女生哦，会就短萌啊，你知道？对，而且是说真的，是连印尼。对啊，对，为什么？因为就是战术，人家会一直在做一些变化。对。但是我们像我们的女排，我们的双十，你仔细看双十的2侧打得非常的快速，非常快速。这个就是一个我个人觉得他能够在很多在这国中的时候能够有时候那么好的成绩，其实也是因为平常要打那么快速的太少了，所以那个逻辑就跟你到后头去看到了这个高中阶段也是一样，就延续这个双十的这样子的一个打法，对，就速度。所以看品瑜。对廷伟他们这些，对他们这些都是从双十上来，所以看他们打快速的球，他们很在行，对，那也才能到国外去，才能突破。高雄台电请求替补11号下2号刘玉纯上，新北中先请求替补。好，现在高雄台电换举球，把刘玉纯换上来。现在这边陈乔恩上，陈云珍跟陈乔恩上来。啊，蔡永群也上来了，又选上来了。哇，又被抓掉，还有哦。来，好球，哇，好球，再来，还有，再来，有，好球，哦，哎，触网，对，结果触网呀，新北中先触网，对，新北中先触网啊。可是你看这个球，包恩琪上去的速度跟出手速度都很快哦，快，因为我们现场这样看过去，球就差不多才出，我根本狼 K 你家砰就下来了，对，就马上就噔就下去了。还有放慢，哇，两个人有点挤到，看两个人挤，还有漂亮的防守，小心不要，小心。这个球出界啊，长了一点点。对，其实这球我们一起可以这样跳上去的时候，手腕多一点切，而不是打。用切的这个球，很明显这个球就不会出界，要不然其实整个结果两个部拿起来打得很好。卡住了，没配好，到了，对，卡到了，还是要注意哦。对，落地了。这样可能再1分可能就要暂停哦。其实玉纯在刚才给那个英奇的球的时候，第一个刚才已经卡住他了，他那个球其实有点开网，就是英奇他不好去助跑了，对。这样子啊，来。啊，这就掉后排掉的漂亮，这个手这也漂亮，就很漂亮，他整个都打开了，拉开了。像玉纯这个球，他就犹豫了。哇，多拍的这个来回，暂停，分数还是被集美中先在攻守的转换之间拿下分数，现在分数被追成了14比19。那高雄台电暂停。觉得毛毛教练直接就很清楚，因为这7个球其实真的就是玉纯在选择性
因为你看他通过2颗后面的球的时候，都挤到啊，对，引起都没办法打，都没办法打，都挤到。对，那这个球是不是就是表示说这个球起来的时候，他在助跑的角度，因为他单脚这种球，他单脚的角度是不是太大，所以他已经停顿了，他在切进去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动力了。对，而且讲实在，因为刚刚玉纯的位置也已经差不多就在那2号位，根本没空间了嘛。对。所以这个球其实他就是犹豫了啦，就是玉纯应该知道，他只是他犹豫了。对，这种吊球是真的是很没什么用。对，没什么用。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你要想，你前面你在后面准备的时候，你有没有去看到对手防守的阵势？对，他的防守阵势，假如这个球他就站那边，你怎么还会再吊那边呢？对。好，挑战的是拦网触球，看一下。目前分数差距是5分。啊，对啊，我忘了讲啊，那个每一年都会选这个我等一下我确认一下。我刚刚看到彭老师，我才想到这件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讯息啊，当然这也是我觉得蛮值得跟大家来做分享的，就是台湾每年都会在100年这个体育人物志当中啊，来选出10个啊对体育有卓越贡献的这些老师跟这些贡献家啊。那当然包含了彭老师跟郑范芳曾老师2位都在今年都入选啊。是，这个是实至名归。对啊，我们彭老师真的就是我们很多的比赛，大家打得很开心，看得很开心。但是每次他们都是最早来，最晚走。真的。对，因为要布置场地，前一天，然后大家都比完了，说不管比到多晚，他们就把场地整理到多晚。呀。对，我们的一个郑老师，其实他整个的一个在他的不管在学术方面，跟他在一个教导球队，还有他的整个一个很多的一个领域方面，其实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一个老师了。对，所以这2个老师真的是实至名归。对啊，今天你看了，他换上来玉纯在给贝飞这个点上一直都配不起来哈。对，配不起来。对，因为一定是平常也很少上去，因为你练习配跟实战配那不一样。对，你看这个球，对。而且我会建议那个玉纯要跳起来举。跳船啊，跳船，因为平常你跳举的起来的时间，跟你出去的时间，这个会比较。但是你站着的时候，你假如这个球你慢一点的，这种球起来，其实的搭配就不太一样。因为女生来说，其实平常你还是会轻跳举，有没有？都会轻跳举。但你突然你都把它变成站着举的时候，你看这个球怪怪的。对，都是一些小细节，这些小细节会帮助你变得好跟变得不好，就是那让你。吊得更顺啊，举得更顺哦。像有这种举球，有人说他这个球起来，他为什么举不好？你仔细看，有的人他举好球的时候，他也许会多一个小垫步，这是他自己不知道的一个小节奏。但是就像有人拿到他要发球的时候，为什么一直拨头发？他一定有固定几次的。对，他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对。按讲他没有这个，我相信他发球就很奇怪了，因为这叫做节奏。他会拨头发，他会。调一下他的裤子，对，像以前我们的许美中，他会抓一下口袋，发球的时候，对，这都是每一个人他专属的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节奏。对，哇，配的也是不顺。对，球，对，好球。哇，这个球真的哦，小佩够积极耶哦，够积极。哇，皮皮要上去了，皮皮要上来。好久没看到皮皮上去。高雄台电请求替补1号下3号曾婉玲皮皮上场。我突然间发觉这个夏田狗腿了，要不？夏田真的是对想太多，真的，我真的建议夏田真的专心看球就好了，专心看球就好。不要，小心！不要！哎呦，吓死！主要是因为那边还有个挑战系统，用坏了就大家都不用挑战。但是还是要小心啊！因为好险后面的是也是那种木板，还好。但假设我们旁边2侧的那个板子就很容易停住受伤了。
哇，皮皮这个球其实没有包到啊，不过反倒形成了一个不错的虚攻。对，轻巧。23-18。大斜线被守住，再来修正。还有，还有，抓到，对，好球，这个转身就很漂亮，撇掉。这就玉纯这个转身再举这个球的节奏就很漂亮，就很舒服。不过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就是习惯。你像玉纯在举球，他不太习惯跳，对不对？哦，对。其实玉纯以前在中山工商的时候也是很好的选手，所以以前都给机会，给他机会，对，那他搭配当然就越来越好。哇，这个球直接落地，比赛结束。今天对高雄台电而言，直落3击败了新北中先，拿下了胜利。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第3局。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sPo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7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1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1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莹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sPo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收过一个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抽到一个 UA 的包包，蛮实用的。然后最坏的礼物大概就是1包卫生纸吧。收到一个非常80年代的一个女歌手的唱片，因为那个是要用那种很老式的唱片机放啊，家里也没有，所以后来就摆在家里，然后就摆很久。让我最难忘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对我觉得蛮实用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学的时候交换到一瓶很独特的百威啤酒，那时候我们学校玩交换礼物，然后他就抽到老师的 Uniqlo 2000块随便选。高中要搞怪，所以我收过最奇怪的礼物是那种焊接的那个面罩，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用。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sPo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在家吃泡面，裹棉被，跟队友一起度过，不然就是跟家人。我想在家睡觉，跟老婆跟小孩一起度过，就可能去大世界或者是剑湖山去看看烟火，可能跟球队一起吃完饭、练完球之后回去就是跟家人。想要去101的现场看一下烟火吧，跟家人在一起吃好吃的东西。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sPo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我会想要去一间比较好一点的美式餐厅那边吃饭。我还没尝试过在跨年的时候去露营。希望今年可以不要有比赛，然后让我们大家开开心心的去跨年看烟火，可以跟自己很好的朋友过就可以了。我没有什么跨年，因为我好讨厌那种人很多，然后我也看不到烟火，就可能跟家里聚一聚。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就简单的生活。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我们的这个彭雨柔跟洪嘉豪在我们的身边，还有是小毛教练。当然，我首先要跟这个小毛教练聊一下，说当教练跟当球员是其实落差蛮大的，对不对？对。那今年原本你在整个教练团当中跟当执行教练，可是到目前的整个球队的状况，大致上来讲是应该算还不错，所以说你自己觉得满意吗？我觉得大家就是一场都比一场好，我是目前来说是满意的。然后，但也有教练的身份的关系，我觉得要再督促他们更好。那所以说，如果这样，你可不可以放轻松，也多一点笑容，可以吗？我努力一下，努力一下，因为你看哦，这个小毛教练在球场上来讲，因为从以前当球员到现在当教练、当执行教练，大家都还是很关心。所以你一进来，大家说啊，你的造型下微博就是爱球的啊，不要那么紧绷。思考的时候真的很难。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在想什么？想到都笑不出来。没有，我在想对面的怎么打，我们要怎么防范，要提醒他们什么。OK，所以说就是会让自己变得比较紧绷一点。对，会有一点。真的啊，有人提醒你过什么？就是说，其实再放松一点，可能会想得更清楚，会吗？还没有人讲过，但我今天知道了。我今天知道了。对不起，笑出来，可能对他们来说也会比较。对啊，是不是那个就没有了？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一直在点头。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说，其实那个场上是有气氛的嘛，对不对？就比如说我在看这个彭雨柔在打球这几年，今年就觉得整个开朗多了，而且也比较，是不是因为也打得自己觉得比较有自信，慢慢比较更能够理解在球场上怎么去让自己有更好的发挥。对，今年感觉就是不管在做什么事情，就是都比较有自信一点。对，所以有差，对不对？真的有差的，所以是不是也是要长效也是个重点，对不对？对。场上的气氛也很重要，场上的气氛也很重要。那我今天在看你在打的时候，不管是球的那个举球人给你的位置，还是那个角度，你都有办法在第一时间。那你对那种观察到，当你发觉你自己更有自信，更笑得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对那个场上的观察会感觉上会更清楚，更知道哪边有空档，更看得到，对不对？更明显知道对方的习惯在哪里，或是可能他一直往前站的时候，我就会想要打长线。对，像今天就较容易找得到空档，所以那个逻辑就等于是就更有那个所谓解读比赛的能力，更能在那个关键点知道说往哪边配球会得分率效率更高的，所以这样很棒嘛，对不对？对呀，对不对？多笑一点，对不对？对，多笑一点。那个加油加油，对啊，其实像。在这2年下来，因为年轻的球员你们这样一批一批上来，那今年真的就很快的就比如说主攻手全部做了一个几乎是2位主要的这个比较资深的主攻手都全部退了，那就让这些中生代的要接班，所以对举球上来讲，给球的压力还是给球配球，是不是相较之下，应该讲是更容易去配起来，因为大家年龄更相仿，会有这样的一些差距吗？你不要偷笑，你不要偷笑。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前2年是大学姐跟这
这一年就是换成要接班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举球上面是压力是没有到很大，压力比较小，对，就是、压力比较小。应该是说，所以你的大学姐包含旁边这一位吗？不是，不是，就是挖坑给你跳，就是压力没有说变大或变小，应该是说我觉得我自己的头脑有比较清楚一点。就是可能刚进来1-2年的时候，就是会慌慌张张的，然后会很容易就是举到一半，然后就突然一片空白这样。对，其实有时候我们这样讲，我们并没有说谁在有没有压力啊，而在就是说，就像你刚刚2位自己讲的都一样，就是说你们慢慢熟悉了之后，解读比赛的能力，自己就更能够从容的应对，那也就能够把自己应该有的实力，那甚至更能够看得到说你的队友可能什么时间点，他在什么点上，你给他什么样的一个球。更容易得分，那所以说他就会有好的这种不错的这样子的一个化学成分的一个应对之后，哎，是不是结果就越来越好？嗯，对。啊，教练呢？教练有给你压力吗？前准备期的时候可能比较大一点。对，你所谓的准备期是指赛前一直到比赛前？赛季开始之前，赛季开始之前，对，哦，就等于是在备战的时候，对那时候大家就要很盯紧的来看每件，所以说小毛教练就会很仔细的去盯每一件事情，这样对不对？可是这样听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对啦，啊，对不对？也应该嘛，对，为了要球队好嘛，啊，不过其实到后头发现，当然就是赢球之后，就慢慢的好像这个慢慢会觉得越来越，大家就越知道怎么去沟通。那你现在最常跟小毛教练讲什么？我知道了，我会改啊，不是？好，OK， 好，就代表你很听话，你也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啊，这样就慢慢默契就回来了。有 catch 到他的 point 就对了。对，好，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和乐融融的这个大家族啊。那重点还在于说。当然，小毛教练在今年当执行教练之后，也让整个这个球队的新气象跟这个新生代的球员，感觉现在都有冒出来，而且看起来就大家也都冒得蛮快的啊。包含比如说，包嘉音进来之后，整个前排中的整个站位的比例也够，而且这个主攻手也都有成长，所以应该还是可以再多笑一点了哈。好，我会加油，我会加油，加油！好，我跟德全老师都在旁边仔细看着，这是我的课题，加油！好，谢谢3位，也这个恭喜今天是旗开得胜，明天继续努力啊！好，那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德全老师，谢谢3位，谢谢。好，那首先恭喜我们高雄台电的获得胜利哈，所以其实我们所以看得出来，小毛教练假如能多笑。其实整个的他们的一个年轻选手来说，其实小毛教练其实在以前在当选手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个非常严谨也是很认真的选手，所以他刚才在球场上其实因为他说我一直在很专注的去想我们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正常的。那只是说像你说两个小朋友说，当然在球场上的时候，他就是说教练的多一点点那个稍微笑容一下下的时候，两个小朋友你看看我们两个那个小选手年轻的选手，他刚才就会说，对，所以说其实今天真的很恭喜高雄台电，今天不管在发球、防守、反击其实都做得非常好。对，有些时候只有球赛是这样的。当然，在球场上我们完全尊重教练他的领军的风格。那当然，我们只是站在这种也一半是球迷，一半是旁观者的立场，也会就是有更多的互动。一方面也让大家放轻松一点。对，其实我最记得我这一阵子刚好有一个节目的需要，也跟这个曾文成曾公聊了一下，他也提到说，比如说12强，给台湾最大的改变在于说，以前你几比是不变10年，对，今晚不你几比是不享受这个比赛的氛围，我是不是来家棒伤？对，我来看这些球队的来回。那我来享受跟我家人一起来看球那个感觉，而不是只是在看那个输赢。是没错。那个成绩会慢慢的一个转变。今天我们真的是在看到一场精彩的赛事，也看到高雄台电今年确实调得还不错。不过新北中央在决赛这几周总是不是那么的稳定啊。那当然对17而言，接球对他来讲确实是一个挑战。不过我想这也是年轻球员必须要去承担、去成长的地方啊。明天的比赛我们在13点，就下午1点开始，彰化三条有线跟桃园台产，然后是高雄台电跟新北中间的在一场，再来就是5点钟的联庄跟云林美金龙，也期待大家锁定啊。那我们今天再度谢谢这个德全老师真的很辛苦啊，连赶了4场，而且明天还有这个大专的一班组，对，在你们学校。
期待你们的一班组有好的表现，加油加油！好，我们今天再度谢谢德权老师，也谢谢观众的收看，还有我们辛苦的工作团队，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拜拜。